该不会是想要演美国队长这种？我可以演个绯红女，开始乱讲有没有？第一次的失败真的都不算什么。我这么多才艺，我会这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嗨，大家好，我是夏小西，欢迎收看今天的 C Book 人物解析。那今天来人物解析的这位人物呢，其实说来非常的特别，感觉他是从很久以前就出道，但是在近期他忽然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让我们欢迎吴承洋。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承洋。好，因为我跟承洋其实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对于他，我都觉得我有一点陌生了，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认识，然后到中间一起出去玩啊或什么的，然后到最近很忙。那这段时间到底在忙什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包括我后来去当兵，退伍之后，后来决定说开始演戏。其实演戏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我看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身怀绝技，然后很惊奇的人。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你是什么科系毕业的？戏曲学院。戏曲学院，你看这有多么早期不是啊？是多么奇怪，因为大家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会觉得很好奇，说到底在戏曲学院是在训练什么东西？但你知道他可以耍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一个这么大的钢圈，然后拿起来甩这样，然后他每次表演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这样，好可怕，好可怕。但他就是很正常，然后到一路这样改变，到了歌手，然后开始训练，然后包含唱歌、跳舞到演员。那为什么最后选了演员这条路？第一次当然就是我之前试过歌手这条路，但是就是很显然就没有成功。那时候很红拜托。So 啦，但是演戏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做到这些。所以那时候在你的那个团体里面的时候，原本你就是规划是往演员的方向吗？对，其实是。那戏曲学院有训练演技吗？有，因为我们在台上表演，我们基本上除了特技以外嘛，我们就是舞蹈嘛，然后再来就是演戏。所以要当演员的这个过程，要怎么样去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就是在这个中间有包含除了学校上的课之外，你自己有做了什么功课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要成为演员这条路，其实一路上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从不懂走到懂，这你知道到底什么是表演？因为我们常会有误解，好比说要演戏这个词，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误导，是呈现，你是呈现一个状态，你不是在演戏，所以大家会一直有这种误解。尤其是我是从舞台表演出身的人，我更是带着这个很大的误解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撞墙，一直在撞墙。我是一直到后来，就是渐渐拍了几个戏，包括一些导演给我机会，像例如我那时候拍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对，大家知道他在一开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面那个司机其实就是他助理。哦，是助理，对不起，助理就是他。对，而且我跟你讲，我是这部戏很 keyword 的人哦，因为我如果不把歌拿出来，这部戏就不会。对，而且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有演这部戏，然后我就在看电影，这样想说什么是吴承洋，然后想说，怎么那么突然在演这部戏这样？因为我也没有跟大家讲，很多人都是说，我怎么在那个电影院看到你？对。所以是因为演了这个，开启了这一条路吗？对，一路上就碰到一些导演，他一直都很愿意给我机会，而且教导我，让我知道说，到底真正的影像表演是什么回事。因为其实讲到拍戏这两个字，大家其实会有很多的误会。因为要成为一个演员，你不只要在现场可以表演，其实是包含内化自己跟锻炼自己的心智很重要。因为拍戏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在诠释某一个人，你在做的这些角色里面或是剧本里面给你的东西，你怎么找到这些范本？还是你是自己去找出这个人物的核心价值？尽量不要去找范本，因为一旦找范本，容易落入模仿这个状态。那你一旦模仿了，你就不是独一无二。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也开始想要走演艺圈，然后开始拍戏。那如果在最一开始的过程当中，想要成为一个演员，你觉得最基本的要素跟条件是什么？不是说外表这种就是已经是，因为其实演戏来讲，我觉得在戏剧的世界，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真实的世界不是所有人都长得帅，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演戏，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因为你需要的角色，各式各样的角色都需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吧。其实，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对，压力非常大之外，你可能会遇到现场，其实你
明明就演很开心的戏，但你其实超级不开心。你可能现场压力很大，可能镜头嘟这么近，要你现在立刻哭，哭不出来。对，就是所以说你心脏很大，就是第一次的失败真的都不算什么。就像我一样，我也是一直跌，一直撞，一直跌，一直撞，一直到好不容易现在终于就是这部戏青龙导演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现在有机会让大家知道，我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好，那所以走过了大三元，然后悲伤，然后到现在圈套。这个题材其实算是蛮特别的，你自己有看了剧本之后，为什么会想要接这个题材的剧本？其实对我来讲，一直以来题材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故事性、角色性，它有的挑战，对我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我看你接了这个剧之后，现在的这个状况跟你以前设定的目标，你觉得有达到了大概多少？其实我自己的梦想是很远的。很远的，对，所以该不会是想要演美国队长这种？这样我忽然觉得压力很大，想说那个专访我要好好的做，因为以后应该就会被拿出来看这样。谁不想演美国队长？我就不行啊，就不会有，我可以演个绯红女，开始乱讲有没有？所以你的目标其实是不一定是局限在可能大中华地区，你也有可能想说 maybe 如果之后，因为像其实我们的亚洲的面孔，其实去很多像是好莱坞拍戏，其实很多武打的戏你也都觉得你可以负荷吧，对不对？其实可以。那语言方面呢？语言方面，我现在自己都有在进修自己的。你有在进修？对，这么努力，我还这么上进的艺人哪里找？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群组，他们3不5时就会发我的东西上去。你今天又有新闻了。但是你刚刚有讲说，在当兵之后有大概沉寂了2年的时间。那在这2年的时间，我想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过程都这么的顺遂，然后这么的幸运，可以立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不开心吗？说没有，绝对是不可能。其实这个时间是更长远的，因为我之前还去了北京，也是没有下文，然后又花了2年的时间，包括当兵，再加上2年的空窗期，其实是5年。那个时间其实是你比较没有在演艺圈活跃的时间，算是吗？其实真正敢说演艺圈稍微活跃，也只有现在。有在活跃啦。但是好，那这段时间如果真的有这些情绪，你大概都会是怎么样的方式去消化？我觉得还是努力充实自己是最好的，因为你一定会陷入一个状态，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尤其是像我自己觉得我会这么多才艺，我会这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我长得也不差，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个世界上就像演戏一样，就是你发生的任何事情，它没有原因的。但是这个其实都是老天爷在帮助你，就像以前我有经历过这么多很辛苦的事情，我才有办法现在接到这样子难度很高的角色的时候，我可以了解这个角色的心境是什么。那如果现在正在看这段访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他们正陷在这个情绪里，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去学习，去找一个你想要学的东西。像我的话，我就是一直去学习，像例如学音乐，就当你一直在学习之后，你突然有一天之间，它就会事情就会，就是你可能在这个状态里面，然后准备好了，机会来了，你就可以抓住。我自己一直很好奇，因为我现在叫他吴承洋，我觉得很饶舌，因为他以前的名字叫子浩，所以你也觉得改名字这件事情是帮助你的事业吗？我当然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子浩配我的长相太秀，但承洋他就是很平，就是我觉得会让人家在第一个介绍的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舒服。所以改名字算是一个契机，对不对？我有一种觉得我想要抛下以前的任何好不好，我都无所谓。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一个不一样的我。而且你知道，今天你要来访问我们的编辑们，其实都很开心，因为他们看到的报道说你的体脂肪只剩下8%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一直很好奇，说到底是怎么办到的。